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居之居。本期火影问答栏目是我的自问自答。天天的6道神器是正品吗？在火影漫画最终回里，天天店里的6道神器当时就引起过大家注意，但那时都觉得这是岸本给天天送的福利，并未多虑。讨论最多的话题就只是持有6道神器的天天能不能打赢首局。至于神器的真伪，想都没往这方面想。前几天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探讨一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《疾风传》里这些神器最后都去哪儿了吧。大陆一在封印金角银角后缴获了七星剑和红葫芦，黄金神由于一直是缠在金角手臂上的，就连同金角一起被吸入了琥珀瓶中。芭蕉扇则是在刚刚的战斗中掉落，被天天意外使得拉去干掉了角都几个心脏怪，但因芭蕉扇的反噬，天天的查克拉被透支弹倒在地，于是芭蕉扇便被一位云影忍者给收走了。随后带土携外道魔像驾到，抢走了红葫芦和琥珀瓶，准备用来复活十尾。再后来带土吸收了十尾，成为了十尾人柱力，但很快又被轮回天生复活的斑夺走了外道魔像。斑在成为十尾人柱力后，觉得红葫芦和琥珀金瓶在身体里太膈应了，便吐了出去，恰好砸到了路过的凯斑，这就又被天天捡了去。当时追漫画的时候还以为这里是个伏笔，会用来对付斑什么的，事实证明是大家想多了。最后在佐明解开无限阅读后，大陆一拿着红葫芦放出了萨摩伊姐弟，至此5件6道神器中，芭蕉扇、红葫芦和七星剑3件都又回到了云影手中，只有琥珀瓶和里面的黄金神下落不明。考虑到卡卡西缴获的忍刀最后都归还给了雾影，那即便琥珀瓶和黄金神还在天天手上，4战结束后也理应还给了云影。6道神器作为云影村那么重要的军事武器，送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云影偷别人的武器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还把自己的东西往外送？况且也没有理由送给天天呀。即便天天是忍具大师，可天天的查克拉量并不多，和西兰的神器相信并不好，送天天不是暴殄天物吗？这样一分析下来，天天店里的6道神器还真有可能是假货，很有可能是天天自己做的仿品，用来充门面的。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也欢迎大家私信给我更多关于火影的问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居。从《博人传》开播以来，关于鸣人佐助被削弱的讨论就一直没消停过。老火迷一口咬定《博人传》捧新采旧，削弱了鸣人和佐助。但随着大家口中博孝子队伍的壮大，质疑这种说法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。于是火圈便开始有了削弱鸣人佐助是《博人传》还是《疾风传》的讨论。他们的观点是，鸣人佐助在《博人传》中的表现远不及在《疾风传》时期，并且像曾经拥有6道仙人模式之类的能力，并未在《博人传》中呈现。一些理论上可以轻松击败的对手，现在需要费很大劲才能解决，这无疑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削弱，就是《博人传》的错。甩锅口号李博然，他急了。第一个还是关于鸣人的6道仙人模式，大家是真的对6道模式耿耿于怀呀。从《博人传》中鸣人开的是不是6道模式，到鸣人还能不能开6道模式等等问题，我之前已经做过好几期视频来讨论了。现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会而不能，就是鸣人虽学会了6道模式，但现在不具备开启的条件，原因是6道仙人所传授的6道之力已消耗殆尽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个6道之力是在《疾风传》中就没了的，还是被《博人传》给削没的了？博人派认为6道之力在中烟谷之战里就已经耗尽，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之后鸣人不用阴阳对数去质疑自己的手，并且在剧场版 The Last 中鸣人也没有开6道模式，种种迹象都表明鸣人在疾风传里就已经开不了6道模式了，跟博人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大家觉得哪边更在理一些呢？第二个是关于佐助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缺蓝的问题，这点佐助其实已经解释过了，是发动时空间忍术需要消耗大量查克拉所致，并且当佐助查克拉不够时，轮回眼上的勾玉还会暂时消失，只待查克拉恢复后才会再显示出来。博人传中就因为佐助频繁使用时空间忍术，让他时常处于蓝量不足的状态，才会用几个技能就开始叫蓝不够。但是这个时空间忍术是佐助在疾风传时期并未掌握的能力，是到了博人传才有的。时空间忍术耗蓝这个设定也是出自博人传，所以疾风派就认为这是博人传为了限制佐助，强加给他的底 buff。
就是在变相削弱佐助。毕竟时空剑忍术除了让佐助当个工具人穿梭各地调查外，对实战的帮助远不及天手力，那还不如不要。但博人派却矢口否认，他们认为时空剑忍术浩然这个设定最早出自岸本画的《火影忍者外传》绯红花月篇。这个篇章虽然在讲博人这一辈的故事，但它却和卡卡西外传一样，同属于《火影忍者外传》的范畴。该篇章不仅是岸本亲笔画的 logo， 也是火影的 logo， 甚至在发表时，博人传还没有独立成一个 IP， 漫画还未连载，动画也未开播，那就还是火影忍者，不是博人传。博人传只是沿用了火影原有的设定而已。要说削弱佐助，那也是疾风传削的，岸本削的，不关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识居居居。就在刚刚更新的《博人传》动画218集里，大筒木一世被川木刚学会的影分身所骗，转身失败，灰飞烟灭，结束了他悲惨的地球之旅。一世的匆匆下线是略显草率了些，前1分钟还在拳打鸣人脚踢佐助，就连重离子模式都扛了过去，最后却折在了影分身上，显得多少有些掉价。蓝棉人吐槽又是剧情杀，于是就有人问了，一世有白眼，为什么还看不穿影分身？这就到了本期视频的主题，白眼能识破影分身吗？在中忍考试上，林次在面对鸣人的影分身时就明确表示过，白眼无法区分本体和影分身，原因是影分身的原理是查克拉平分，本体和影分身在白眼的视角里查克拉量是一样的，就连辉夜也拿鸣人的多重影分身没办法，只能逐过击破。有林次辉夜的先例，一世即便有白眼，那看不穿川木的影分身似乎也合情合理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林次和辉夜那2次的情况其实和一世这次是不太一样的。林次辉夜是需要在影分身堆里找出本体，一世则是判断面前的川木是不是影分身。那白眼使用者有办法辨别吗？答案是有的，就是去对比查克拉量。白眼具备查克拉可视化的能力，比如林次看到鸣人体内的9尾查克拉，星可以识别止水的查克拉，奇袭部队的日向小哥可以看到有女小哥的重复力，有起爆粘土的查克拉等等。总之就是白眼可以将查克拉量化，那用这一点就能识别影分身。比如白眼看到一个人的查克拉量是这么多，在你使用影分身后，由于查克拉量被平分了，不管是本体还是影分身，查克拉量就减少成了这样，那是不是一眼就能觉察不对劲？而且分的越多越容易识别。总之，白眼可以判断对方有没有使用影分身，只是不能从影分身堆里揪出哪个是本体而已。所以说，一世如果稍稍谨慎一点，是完全可以识别川木的小把戏的。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。最坑的是白眼，不是被动技能，它是需要消耗查克拉去主动开启才能生效的。之前就有很多人吐槽中忍考试上，为什么宁次没有发现鸣人藏在了地底下？这就是因为宁次在和鸣人血拼后元气大伤，把白眼给关了，这才没人觉察到地底的鸣人啊。不管是宁次出天还是一世辉夜，一般都是需要用时才会开一下。为了省查克拉，日向和大筒木大部分都是不开的。所以影分身川木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世面前，一世也全然不知。要是一世开了白眼，在白眼的视野范围内，川木和他的影分身自然是尽收眼底，一世便也不会贸然转身了。但这也不能说一世活该，毕竟他所认识的川木是不会任何忍术的。好了，既然都提到了白眼，那最后我再来补充几个关于白眼的常见问题吧。1. 白眼只能看到查克拉，看不到实体。首先，白眼具备透视能力，可以看手牌、看内脏、看试卷，通过外套看内衣，这些都可以的。至于雏田为什么没有看穿带土的面具，也没有发现培恩身上的查克拉接收器，就当 bug 处理吧，没有合理的解释。2. 白眼的世界是黑白的，星可以用颜色识别指示的查克拉，雏田可以看到远处的天照是黑色的，白眼的视野也是多彩的，千万别被动画误导，彩漫里可都是有颜色的，与正常人视野内容相同。3. 日向分家白眼有死角，宗家没死角，辉夜没看到小樱，就是因为白眼死角的缘故。日向分家的白眼有死角，已在宁次身上得到证实，但宗家的白眼有无死角却无从查证。辉夜挨小樱一拳，完全是岸本在强行凑第7班的安排。小樱162的个子，90多斤的体重，不可能整个人都在辉夜的白眼盲区。4. 白眼可以进化成镜眼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有待博人传后续剧情的展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给我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